我可以透露我的年紀嗎？就40整。人家說40而不惑，但我必須說我的40歲充滿了困惑，因為我滿40歲沒多久，立刻就失業了。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住進巴厘島最美的飯店，一絲不掛地跳進自己房間裡的泳池。這裡是 Apurva Kempinski， 它位於巴厘島最南端。不只是一間頂級度假村，更像是蓋在懸崖上的巨型神殿。從壯麗的建築外觀到令人屏息的細節，每一幕都讓我忍不住想問：住進這裡究竟會是什麼樣的感覺？現在就跟着丹丹一起來體驗吧。我是膚淺又喜歡被讚美的丹丹，今天要告訴大家一個重大消息，我失業了。然後這一趟旅程呢，是為了要療癒我失業之外呢，順便要跟大家介紹巴厘島最適合居住的飯店。這家飯店呢，是所有旅客票選到巴厘島必住清單之一，它有着非常驚人的神殿外觀。現在呢，就跟我一起來看一下這間飯店到底長什麼樣子吧。在一進飯店的這個地方呢，你就可以經過這一片中央超大的水池，進口的那邊就是印度洋。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它是整個飯店啊，它採用的是一個露天劇場的概念。那它希望借由這個壯觀的水池，讓你感受到他們巴厘島這邊跟水的連接。因為大家想到巴厘島，就會想到什麼？它的梯田。印尼以前有一個超級強大的王朝，叫做满者伯夷王朝。那我們兩側要走往大廳，它沿途會有一些木雕。它會是巴厘島當地精美的工藝，然後上面會訴說着满者伯夷王朝的歷史故事。那這個王朝超級強大，大家如果好奇的話，直接去上網搜尋一下。我們節目的長度有限，我就不展開說明了。我覺得它這邊那時候我們走進來，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它兩邊都有這樣布置。這裡面是玫瑰吧？是些玫瑰花瓣。玫瑰花瓣啊，請您沐浴。那你要泡進去了嗎？不行吧，會被抓走啊！他們這些藝術都是融合這個爪哇島跟巴厘島的特色，所以象徵印尼文化的多樣性跟統一。我覺得這邊真的是讓我很驚豔的是，我們等一下走到大廳就會看到非常壯觀的15公尺的藝術木雕。這應該是我在巴厘島住過這麼多飯店看過最壯闊的了。而且介紹這間飯店給我們的那個帶我們入住的人員呢，他說這邊花了好幾年才蓋好，可以說是巴厘島最大、最壯觀、最高的。他們的人員都穿了一個特殊的当地服裝嗎？啊，15公尺哎，看看。那他想要呈現的是什麼？剛剛有提到，他說這邊的概念是露天劇场嘛，對不对？那你可以在這裡感受到他们王朝的壯闊，以及一個神聖的神殿感。你走進來啊，好像是進入了王宮，又好像進入了神殿。畫面上有沒有看出那個感覺？然後這邊有穿着傳統服飾的接待人員，好，現在上去看一下吧。這應該是他們的手工藝品吧？我們這樣子可以直接視線穿越到前面，就是印度洋。我們現在到那邊去看一下。那這個 Kempinski 叫什麼？阿普瓦嗎？還是什麼 Apurva？它在梵文的意思是什麼？獨特且宏偉。對，所以我覺得它有體現了它這個名稱。我那時候看到它那個名字，一直給它念阿布拉，可是人家是 Apurva。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梯田是不是連它整個後面的這個建築都有這個意涵？因為它是這樣一階一階的下去。對，這個露天劇場的概念，我們等一下就會從外面往回看這整個建築，讓大家感受一下，它整個建築物真的像是一座大型的梯田，而且有一種神殿的壯闊感，真的很像露天劇場。那這邊看過去就是一望無際的印度洋，這個中軸線。它就是從你入口進來，一直線這樣穿出去，它整個建築物是左右對稱的，然後下面一直有水池一路這樣延伸出去，就是他們說的巴厘島這邊水田嘛，那你水就一路往下傾瀉嘛，這個水這樣子一路從上面延伸下去，它其實是從剛剛入口那邊的水池一直往下，然後一直這樣過去的，由中軸線層層遞進的噴泉水池啊，然後一路延伸到主泳池跟綠意盎然的熱帶園林。它在視覺上創造出一種非常強大的儀式感，這就是設計師想要呈現的露天劇場的感覺。而且啊，沿着這個階梯這樣走下去，就很像什麼超級華麗的女明星從
劇場上面的階梯這樣走下來，所以它可以一口氣從這個15樓走到1樓。是走下去啊。好，那我们連滾帶爬嘛，匆匆忙忙。我们现在準備要來走它下面的這一條階梯，這個階梯一共有250級，從它的大廳一路往下走到沙灘。這個階梯設計的靈感源自於巴厘島當地非常有名的母廟，叫做普薩基廟。其實這個階梯就是模擬信徒呢由下而上攀登到上面，前往神殿參拜的一個靈感。所以它會呈現出一個很神聖的感覺。沿着陡峭的階梯這樣往下走啊，可以看到兩側的建築物跟植物，恰巧像是巴厘島當地非常有名的梯田景觀。然後它讓這些建築物跟植物不像是直接蓋在上面的建築，它像是剛好長在懸崖峭壁上的，更有生命力。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兩側有這些水流，它會往下，它又呼應了當地水流的特質，象徵水資源呢從高山流往大海的自然循環。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最下面這邊了，從這裡角度呢，你可以很輕易的看到後面整個飯店的建築，它是不是有一個梯田的感覺，有一個神殿的感覺？它從最上面那樣子一層一層一層的蓋下來，然後水呢就這樣一路到這邊這個大泳池呢，如果從上面看下來的話，它的視覺呢，水是一路這樣延伸到後面的海岸的，這就是設計師當初想要呈現出來一種戶外劇場的視覺效果。而且到了晚上更厲害哦，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畫面，是不是超漂亮？所以呢，這個飯店其實它沒有想象中的昂貴，它提供了一個奢華的享受。你來這裡住基本房，如果訂便宜一點的話，大概是9000多起跳吧，我覺得是相當值得推薦的哦。好，那現在呢，我就要帶你到上面泳池那邊2樓那裡去喝一下，我們走吧。Hello， 我是丹丹，還沒訂閱嗎？如果你喜歡看居家裝潢風格跟飯店開箱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開小鈴鐺。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它這個也太隱秘了吧！這家行政酒廊可是號稱可以讓你吃到飽的哦。好了，我們現在已經拿好東西，準備要來吃下午茶，而且等一下馬上就又要吃 Happy Hour， 我的媽呀！對啊，還有完全接着哇！然後現在遠方看過去就是海，壯觀的印度洋，享受它這個下午茶。哎呀，它這個餐點太豐富了。那因為我們明天還有一天，所以今天先簡單的吃這個樣子。其實平時剪片剪得很狠哦。其實你們看到可能20分鐘的節目，我大概都錄了可能100多分鐘以上吧。現在知道自己會剪這麼狠，我覺得我還是簡單介紹就好，反正也都會被我剪掉。好，反正呢，這個下午茶，我覺得它食物的豐富度，我會給100分。它完全可以拿來賣哦。它應該是我這輩子看過就是行政酒廊權益的下午茶最豐盛的一家吧。是，完全是吊打所有的那些萬豪 IHG。因為我們其實目前為止好像也去過大概幾十間下午茶了，這應該是最豐盛的。We are good. Thank you. 哎，我剛剛看到好像有人要跟我們講話，趕快回應一下他。他這一家的豐富度我給100分嘛，是因為我真的覺得沒有看過比他更厲害的呢。因為我只看了也有限，要是有人也知道哪裡有更豐富的品項，那也歡迎跟我們分享。那美味度的部分呢，我覺得都算可以過，因為我們來的時間有點晚了。可是他很有誠意，還有現做的甜點。你光是看到有人在那邊現做那種熱騰騰的甜點給你，就食指大開了。我覺得有療癒到我失業的心情。人家會不會覺得我失業之後過太爽？對啊，你這樣根本就一點都不像失業啊！失業應該要怎樣？有啊，我要愁雲慘霧啊！我又痛哭啊！他可以看我有爆哭，要錄起來給大家看啊！你沒有錄啊，這樣不行。我應該第一時間先幫你錄起來。我應該說，等一下，等一下再哭，然後我先拿那個手機這樣預備。你沒有這種自覺，因為很多自媒體不是什麼小孩生病啊，先拿手機拿起來拍，不是什麼行李沒運到，直接爆哭給你看。那我就在想，你都知道有鏡頭在那邊拍的，你怎麼辦法哭得真情流露？我覺得超厲害的。如果我知道前面有鏡頭，我是哭不出來。好啦，反正呢，我是想跟大家說，我確實是目前狀況是蠻慘的。但是我之前我的旅遊行程都是可能1年前就已經先安排好，然後把錢給付掉了。所以我現在要好好感謝以前的那個自己，還有我身邊願意陪伴我度過這一切的人。然後像周遠哥他跟我出來，我們也是就是都各分一半啊。然後有人分，我才能享受這些。如果要我自己獨支出，那我是出不起這個錢的。這一邊是酒廊自己獨有的私人泳池，如果你是有酒廊使用權才可以來這邊吧？對，它這是無邊際哦。然後你往下可以看到遠方那個海浪，超誇張的。就是我們剛剛在研究那個海浪啊，如果沒有那個防波堤的話，它應該會直接衝進來沙灘。那現在吃飽喝足，我們準備要來開箱房間嘍！哇，請進。 So nice。
哇，就是私人的泳池。然後的話呢，我們這一個它的陽台門的話呢，跟冷氣呢是連上的。如果打開的話呢，冷氣就會自動關閉。OK。對，然後因為我們在路上如果偶爾就是有猴子嘛，就是不建議你們把食物留在外面，因為會吸引猴子過來。然後這裡的話呢，就是有歡迎水果，還有待會就是我們會送一瓶酒，還有生的蛋糕。好豐盛哦，謝謝。那這邊有什麼東西是收費的嗎？沒有，一次性都是免費的。OK。對，水、咖啡、茶不夠的話呢，都可以跟我們說，我們都可以免費送來。現在他已經離開了，我們趕快認真來看一下這個房間怎麼樣吧。我超興奮的哎！首先是這個臥室，它的室內風格設計是一種現代熱帶奢華的設計。它室內採用大量的深色木質家具，是為了要平衡室外炎熱的天氣，讓你在室內有一種沉靜放鬆的感覺。但我不知道上面那個擋的是什麼意思，算是一半的公主床嗎？蚊帳。公主帳不是整個遮起來，那這個遮一半是什麼？郡主帳是這樣嗎？這個布幔呢，它是模擬以前印度皇室他們的床上面的風格，這個也太可愛了吧！其實我每次看到那種我生日的時候，人家折一個毛巾蛋糕，我都覺得不能吃啊。但他今天這上面貼了一個表情，超可愛。那這是豬腳還是竹筍？竹筍吧。還送了一盆鮮花。本人是壽星，大家知道我剛失業吧？我們這個套房叫什麼房型啊？克里夫泳池 Junior 3。這個落地窗啊，可以借到外面的景。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外面呢是有透明的泳池嘛。除此之外，我們到另外一個視角來看。泡澡的時候呢，特別可以感受到它借景的威力，因為呢，它把這個大量的落地窗直接透出外面的景色，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梯田設計的風格，以及你身處熱帶的景色。如果你在泳池前面游泳的話，還可以看到下面的泳池跟外面遠方的印度洋。如果樓層夠高的話。剛剛的畫面有點傷大家眼睛哈，我們現在趕快回房間繼續介紹。沙發最重要的是什麼？要可以盤腿啊！我們之前有一集是去新北北海洲記，有沒有？它那個已經是套房了，它的沙發有夠淺，那這樣你客人坐上去會很局促，就不舒服，就沒有度假的 feel 了啊！所以我覺得在設計這些東西的人，他們還是要多出來度假一下，才會知道什麼叫度假的氛圍。特別是到巴厘島來學啊，很多東西可以學。這邊有一個很精細的東西，很有質感。它為了要讓這整個台面看起來沒有干擾性，插座是藏在裡面的。對，很貼心。像這樣的設計，其實很多高級飯店都有哦。但我覺得它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房間裡面其實越少這種干擾，看起來會越高級。飯店複雜的地方在於它的每一個權益都在不同的地方使用，比如說下午茶跟 Happy Hour 吃早餐的地方都不太一樣哦。是啊，所以超級複雜。剛剛有給攻略本了是不是？有，然後它有5間餐廳吧。這一次應該不會去吃他們的餐廳，可是我們會去使用會員權益，讓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有會員權益的話呢，你可以在這邊免費蹭3餐，蹭到怎麼樣子？那我現在超期待的，因為你看，光是迎賓水果就這麼大，而且生日蛋糕還沒來耶。這上面是印尼的傳統點心吧？對，應該是。然後又給2罐這個，它的點心都超級有質感的。對啊，然後一大盆的水果，雖然說有很多要削皮的東西，我不知道怎麼吃啊，蛇皮果吧。但這好像就把它扒開啦，像在吃山竹一樣吧。然後我記得它非常酸。臥室看得差不多了，我們來看一下。我剛剛覺得這個更衣室也很厲害耶，2個行李都可以架上去，然後這邊可以把衣服全部掛出來，而且來度假最需要的東西草帽。但我覺得這邊一個小小扣分啦，因為已經知道是2個男生了，可是帽子是1男1女。其實那時候他不知道是2個男生哦。啊？怎麼說？信件裡面沒有說啊，我沒有說我是男的女的。對，男生一般來說蠻少會是2個男生來度假的。對，好吧，那就不怪他，是我們自己沒有講清楚。然後它這邊的水都是這種要開蓋的，那它細心的地方，等一下我們看到下一瓶水會發現哦，它都會在旁邊附一個這個開蓋的東西，讓你直接開，可以直接喝。這家飯店厲害的地方來了，迷你吧呢有一次性的免費。這個迷你吧的飲料也太齊全了吧？那喝不完的飲料怎麼辦呢？全部帶走，打包帶走。不然你們以為我每次行李箱都超重是怎麼回事呢？因為我都會把這些東西帶走，一罐都不能浪費。茶包這個通通帶走。大家不会覺得你很消貪？這也要全部帶走吧？這都是可以拿的啦，因為它本來就是要給你吃的哦，這都是含在你房費裡面的，不要覺得不好意思啊。對啊，通通帶走。來，我們現在來看浴室，我是不是要在裡面開呀？裡面這邊也都有準備這個水，而且豪華的飯店要準備什麼？雙面盆。你看，
光是這個備品的香皂，它都做得這麼精緻，而且很大一個。這個水罐這邊又給你一個開罐器，你就不用一個開罐器，我要喝水，開罐器在哪裡又要找，這也是它一個很細心的地方，加分。這裡沒有開罐器了，就用同一個就好啦。你是有那麼懶哦？有，這個燈的氛圍讓這整個空間的質感都提升了。毛巾都給到4條，所以說如果你在這個房間裡面呢，你需要做一些工作，流很多汗，或者是需要一直替換毛巾啊，那也是很方便的哦。平時我是沒有在介紹到那麼細啊，但我們今天就稍微看一下免治馬桶東南亞有免治馬桶很罕見呢，真的。大家知道嗎？因為東南亞通常都是給一個洗屁器，所以就不會有免治馬桶。很多高級的都沒有。都没有哦。這裡有而且它是一體成型的 TOTO 哦。這個淋浴間，你一邊淋浴的時候，可以一邊往外看。那要是你看外面那邊，其實看得到但我本來想要在這裡裸泳，不要傷害大家眼睛了。不是，下半身在下面应該不會被看到吧？我覺得它唯一的弱勢就是備品啦，就是它並不是用這種大家常見那種比較高級的品牌吧。你不要小看人家，說不定人家是啊，它只是自有品牌啊。这個一罐它也要賣29萬印尼盾就是大概是580塊台幣。好啦，是不貴。對啊，說明人家味道很好啊。我要聞看看嗎？那大家也要看我們介紹的那麼細嗎？反正你到時候再剪掉就好了。那我拍屁啊我。很好聞，我跟你說，你聞看。這可以買吧？不錯這味道很好，它是一個柑橘加橙花的味道，柑橘很好聞。你不要看它黑漆漆的，這個想買但我現在失業，好像不行亂花錢，對不對？好了，我去把它洗掉。這邊是不是要先關掉？這個也要拍漏網鏡頭啊！我這樣要花很多時間剪剪片很辛苦我以為你會嗆我說，反正你現在失業，對啊，時間不是最多嗎？我要試這個。而且你看，他這邊有再幫你再準備一組，也是備品。那怎麼沒有浴鹽？有啦，那裡啊。那麼遠呢？對啊。不是應該要放在這嗎？我也覺得放在那邊不太合理。对啊，它放在這裡。來，我們現在來展示一下，說如果大家進來泡，那我本身是166公分嘛，那這個身高這樣進去，腳可以伸直。然後呢，來到今天最大的重點，我剛剛整個看到這個，我整個高潮他說這個門跟冷氣系統是連通的，所以如果你把它打開，冷氣就會自己暫停了。那你把它關起來，冷氣就回來了。我覺得超厲害的，很先進那這個浴缸，好了，不能算浴缸，這個泳池我覺得還不錯啊。你要在裡面游泳，我覺得是搞笑啦，不是那麼容易。但它很深其實裡面我猜下去大概到這裡了，所以如果它寫1.1公尺啊，小孩的話要很小心。那大人的話，其實我覺得你我在這裡游泳應該也可以，因為你下去就遮到這裡的啦，不会被別人看到啦。住這種地方最開心的就是要游泳啊，不然要這種小水池幹嘛呢？其實我覺得它這已經在房間裡面算大了耶。然後在這邊再開一次門就可以進去，我鎖起來了。我也鎖，對，剛鎖起來。不好意思我們繞一圈。來，跟我來，我們現在立刻看一下這個房間有多大，就這樣子，我們一圈一進到底。它其實是一個回字形。這邊就是一個更衣室，然後這裡就是房間了，然後到這邊剛剛鎖起來的地方，我們現在打開，有沒有看到？這個透明的泳池，我現在已經徹底被這間飯店收服了，因為剛剛一進來那個大廳超大的，然後非常有神殿的氛圍，我就已經被震撼到心靈了。那因為我們有這個 GHA 鈦金會籍，所以它是升2等，所以得到了這個房型。對啊，不然這個房間就蠻貴的。那這個是叫泳池的 Junior Suite 對，就是小套房啦，泳池小套房。那這個小套房我覺得它一點都不小，大家如果說想要舒適度蜜月的話，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很奢華了。我現在更期待的是，等一下我們去吃它那些什麼下午茶、晚上的 Happy Hour 到底會怎麼樣？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去看吧。因為我們剛剛電梯呢對熱戀中的情侶摟摟抱抱，我也不知道我剛剛都看了些什麼。有必要嗎？奉勸一些情侶不需要這樣子。我們這樣子很去死團好像有一些怨念。你就在那個電梯裡面，就10秒鐘的時間，有必要這樣嗎？而且怕人家不知道你是情侶。對，重點是旁邊有人對，當我們不存在嗎？他們整個人都扭捏到對方身體上去，對，像要把自己揉進去一樣。那我們現在走的方向是對的嗎？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因為它這個飯店大到快要爆掉，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反正呢，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吃九郎全益晚餐的地方，它大得要命，而且據說它通往中庭的那個階梯啊，有200多階，對不對？你可以直接從中庭這邊一路走到我們剛剛進來的 lobby。那這家飯店的 lobby 是在最頂樓哦，在上面那邊。有滑水道
那個是給小孩玩的，還是我們大人也可以玩？可以啊，大人也有在玩、啊。它沒有很高，可是有，我就很開心哎。就在這邊，就是他剛剛說那個通天梯嗎？那邊有那個階梯，然後這樣子一路這樣走上去，上面那邊是我們剛來的 lobby， 然後那個 lobby 真的超壯觀的。哎，那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餐廳該不會就是那個地方吧？好像是哦。他剛剛特地給了我們一張，這個是地圖，來他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好誇張哦，太誇張了這個。現在這個大家在排隊的地方，就是這間飯店非常著名的海底餐廳。你一邊用餐，一邊可以看到旁邊魚在游泳，蠻酷的啦。但我們沒有預約這個，我們不是有問那個接待我們的人，因為我們剛剛問他說什麼推薦的餐廳，然後他就沒有講這一間。後來臭人哥就特地再問了他一次，哎，那一間海底餐廳呢？對，他就支支吾吾的。我覺得他在建議我們最好不要去。我們現在來到飯店的海邊，然後讓大家看一下这邊的沙灘是這種質地的。我覺得還算是細吧，很細啊，也不是粗沙，只是它不是那種白沙海就是了。這邊有很多沙灘躺椅，大家可以在這邊玩沙灘排球。所以我們跟那個 Ritz-Carlton 的沙灘是連在一起的吧？對，隔壁那邊呢就是 Ritz-Carlton。好啦，去吃飯嘍。哦，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2樓。好，我們現在進去吧，看起來很有 feel 哎。它1樓呢是大量的玻璃帷幕、落地窗，然後外面被水池跟泳池環繞，所以呢。在室內用餐，早上應該會波光粼粼吧。叔叔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剛剛有點小誤會，這邊真的就是喝酒，它應該算是 cocktail time， 因為它沒有吃的，沒有鹹食。那它這邊呢，它點酒飲料跟蠻多高級的酒廊規矩是一樣的，它不能讓你一口氣點一堆，因為有要求的餐廳都會覺得這樣子的畫面並不好看，桌上被堆滿了，也看起來很廉價。所以它這邊是一杯換一杯，所以臭臉哥點了一杯它的招牌叫什麼 Acharaki 之類的，然後我點了一杯這個 Passion Delight， 你覺得好喝嗎？還不錯，所以它是什麼味道？說不出來。不好意思，我們訪問錯人。Enjoy our special canapé today. Thank you。哦，我們誤會人家了。有啦，真的有小點啦。 We have the chicken with the barbecue sauce. 介紹一下啊，這邊啊雞肉串燒，但還是有小點的啦。有啦，有配酒的東西，這個很好喝。是嗎？而且它的百香果反而是那種比較淺色的那一種。那這間飯店呢，我們訂2個晚上18000多而已，對，所以等於1個晚上才9000多塊耶。你看到了房間升等，你看到了我們現在吃的這些東西，它都是不包含在房費裡面的，這個是權益。那這個會員權益很難嗎？其實它也不難哎，反正呢，你只要有一張 Visa 無限卡。然後你拿那個 Visa 無限卡去配對 GHA 的會籍，一配對立刻就是鈦金了。秒升，我不確定2026年還有沒有，大家要去查一下資訊。但是去年都還是有，因為他2024配對的，我2025配對的，那都是一配秒過，所以你就拿你的那個 Visa 無限卡去配對就好了。台灣有嘉佩樂是 GHA 集團的，我覺得嘉佩樂不算是太便宜的飯店啦。但如果你是會出國旅遊的話 ，GHA 集團在亞洲有非常多據點，日本是比較少，但東南亞超級多，尤其泰國還有越南。越南的話，在河內有好幾個據點，泰國超多個哦。而且 GHA 會籍，它對會員我覺得真的蠻好，它非常好續卡，你只要每年住滿它3個不同的品牌，所以等於說你每年住3晚就可以續卡了。當然要維持的話，我覺得很容易。大家有聽過中年危機嗎？以前這種東西都是在電影裡面看到，那我沒有想過我會遇到。你有失業過嗎？大家要不要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失業的心情？哦 ，Thank you。是因為這帥哥調的，他給我什麼我都會喝下去。可是我現在失業，我應該可以買醉吧？二鍋頭。但他絕對只餵我喝。你確定你要把這些東西剪進去嗎？啊，我失業。我沒有醉哦，那個廠商們看到這邊的話，找我業配。業配大人飲料嗎？不是啦，不行啦，不要，我們不要推廣這件事。因為你是室內設計師，你可以找我拍室內設計的案子啊。但我要說，就是盡量是找屋主來拍。各位溫泉飯店的爸爸們，可以找我開團購哦。然後各位粉絲們，趕快加入我的群組，我就放在狀態欄裡面了。請大家不用刻意要去抖內給我，你抖內給我也不好意思，因為平台會抽走3到4成，很高哎。對。那個錢你省着，不要給平台賺，平台已經賺很多錢了。那什麼東西可以幫到我？就下面會有個留言，留言往右滑有個粉絲熱推，你如果看到那個，幫我按一下粉絲熱推。那如果說你有認識的朋友啊，你覺得他家布置的真是漂亮，不論他是租房子還是買房子，都歡迎介紹給我啊。哦，哇，我有點呼吸困難哎，這個酒感也太重了吧。然後
拜託大家不要在下面攻擊我啦，我都已經失業了，然後還在下面酸我說，我看你這過得錦衣玉食啊，一看就不覺得是失業，一看就是沒有經濟困難。我又沒有說我有經濟困難，我就說我壓力很大，因為跟人家說經濟困難，其實我覺得算是怎麼說呢？太多了。情了，因為我經濟困難又不干別人的事，我是說我壓力很大。那我日子過得爽，那是因為怎麼可能讓大家看到不爽的地方？都是以前付好錢的啦。我那時候又還沒有失業，我當然有那個能力付錢啊。我現在失業了嘛，所以大家未來也看不到這些東西。可能明年的這種東西就會越來越少，目前沒有安排。但沒有，我要祝福自己啦。我覺得我很快就會東山再起了。那大家也不用可憐我，要給我抖內，真的不用抖內我，拜託，就是幫我多多介紹我的頻道給你的朋友們啊。流量收益雖然不多，可是我覺得我看到那個流量觀看人數多，我也會比較有信心繼續拍片下去，不然心情很糟糕，會很難過哎。天哪，我真的廢話太多，我剪片的時候一定很想死啊！如果你看到這邊還沒有轉台的話，我真的是我愛死你了哎！歡迎你來跟我聊天，說明欄裡面都有那個賴的社群，然後加入進來跟我們聊天啦。喝醉了，廢話真多。我們到2樓看飯店最漂亮的角度吧。我們現在上來餐廳的2樓看一下，上面的景色真是美啊！剛剛餐廳的人員推薦我們一定要上來這裡拍拍照，說很有氛圍。果然，因為現在天還沒全黑，還可以拍照。可是他飯店的燈已經點起來了，很美耶。對啊，那我們來拍照留念一下吧。这漂亮景色应该是大家被吸引进来看这支影片的原因吧。我必須說，真的是太像神殿或皇宮了。不過因為我這個時候已經醉到快不行了，所以臭臉哥趕快把我抓回房間休息。剛剛他們說我們回來的時候，生日蛋糕就會準備好了。我現在要來看看是什麼蛋糕。有花耶！有花耶！啊，怎麼會有花？花耶！也太用心了吧，很漂亮耶！這個花很貴耶。我很感動，是不是有點太浮誇了？那蛋糕呢？不是，我現在有點醉。蛋糕呢？桌上啦，那裡啦。啊？那裡。酒有酒，有酒哎，是哎，氣泡酒哎。氣泡酒。我們住過那麼多高級飯店，我很少遇到就是生日蛋糕的布置這麼用心的，因为還要有蛋糕。然後有酒，重點是還有我從來沒有看過的，還有鮮花。我覺得鮮花很厲害。這個，哎，幫我跟他拍一個合照。這是我生日月的最後一場慶生。人生活到現在呢，我可以透露我的年紀嗎？就40整。人生活到現在也40歲了，人家說40而不惑，但我必須說我的40歲充滿了困惑，因為我滿40歲沒多久立刻就失業了。但沒關係，我要跟大家說，我現在還不知道未來的路會怎麼樣，我想要挑戰自媒體。那我覺得在這個年紀要重新跨入一個陌生的領域，也不是說陌生啦，就是不那麼確定的領域，我覺得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我希望未來我走的路呢，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不論我成功或失敗，大家都可以看着。如果我可以的話，那你也可以做到。那當然，我希望我一定會成功啦。我覺得這一束花呢，是給我最大的祝福。我人生真的也沒有收過幾次花了，這個花好漂亮哦，很感謝啊，真的很感謝。我會永遠記得，就是我40歲的時候生日，然後巴厘島的 Kempinski 這麼照顧我，然後今天我們沿路遇到了所有服務人員都超級無敵熱情的，我好喜歡這家飯店哦，然後希望也可以推薦給大家。臭臉哥有什麼話要說嗎？沒有啊，我就是這麼無情的人。現在準備要去吃早餐，我們2個人都睡到大過頭。我們現在幾點了？11點，睡到10點多了。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會戴這個草帽呢？昨天呢，我們在開箱那個房子的時候，那個草帽是一大一小。那時候還想說，我們是2個男生呢，都看到了，給我這個帽子。結果我們晚上吃完飯回到房間，他開完夜床，帽子就變成2頂男生。對，超級貼心，沒有跟他講哦。我們沒交代耶。這邊很美，讓大家看一下。然後我現在鏡頭還霧霧的啦 ，sorry。好，那我們現在呢要去吃那個早餐廳，它就是他們 lunch 的早餐，它供應到12點呢。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菜單呢，就是我有想到昨天我們在那個酒吧裡面要吃餐點，然後它每一道菜都是500塊台幣。但它這個早餐單點的選項蠻多，後面又有自助吧，我覺得蠻厲害的。我現在來跟着臭臉哥的腳步，帶大家稍微看一下這間酒廊它的早餐大概是什麼樣子。哇，煮麵的，然後這是什麼？都是一些熱菜，都是印尼料理。這酒廊早餐的規模相當於自助餐了，哎。對，
好豐盛。所以我覺得它搞不好不會比下面的就是少多少，或是差，而且可能會有更精緻的東西哦。因為它可以單點，樓下的不一定可以單點。這邊是一些生菜沙拉區，而且蠻多人來吃的，一整排又都是那種麵包，哎，今天更豐盛了，超誇張的，竟然有烤鴨，不可能吧？而且它不是隨便擺下面那邊，它上面就2隻烤鴨給你看哎。今天有當地甜點了，這看起來是不是 QQ 的？我們等一下要吃這個嗎？好啊，這邊又是無窮無盡的熱菜哦，這個是糖醋雞，對，哇，看起來很好吃哎，哇，我有點後悔自己太晚起來了。不然我們先把它拿完，然後等一下再慢慢吃。好好好，那我們現在開工了，燒麥跟蝦餃還有奶黃包，哇，看起來就比較一般啦。但這個烤鴨哦，我們已經拿完早餐了，這個應該吃得完吧？可以啦，我們不可以浪費食物的，因為這邊的餐點都太貴，我們這個免費的要毛起來吃。對，10分滿分你會給幾分？7分。那還是蠻高的哦。也不是所有都能吃啊，至少它選擇很多吧。我也是給7分，那7分原因是選擇超級無敵多。那單點的部分呢，大家就斟酌，不是每樣都非常好吃。那我覺得，因為畢竟不用錢嘛，我不會要求太高，只是說，因為你的胃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既然它不是每道都好吃的話，那你就可以斟酌的点，然後自助餐的東西多拿一點。我們其實刚很期待這個，但因為我們給它放了一陣子，那想說反正法式吐司本來就是濕軟的，所以沒關係吧。這樣看起來很精緻。對啊，它很漂亮，可以。但它吐司口感是好的，它壓下去會彈回来哦，口感不錯。那就把它當做是另外一種蜜糖吐司吃就可以。然後調味是焦糖，我覺得它的選擇好豐富哦，它可以吃到12點呢，你就不用怕睡過頭啦。臭臉哥來這邊點了一碗現煮麵，然後他們現在就會幫忙煮，只要選你想要吃什麼料就可以。馬上來試試它這個現煮的麵煮的如何？現煮總不會爛了吧？好，我覺得它的麵跟台灣是同一款的，對不对？但調味還不錯，很好吃。現在呢，我們準備要先辦退房，然後辦完退房之後呢，他們會幫我們換另外一間房間讓我們休息，因為我們可以延後我們的住宿時間到下午4點，所以他這一間房間後面還有人要住，幫我們換到另外一間比較小的客房。哇，我們從原本住的那邊這樣一路搬到這裡了。但這個房間我們只會在那邊休息3個多小時啊，對，算是很感謝飯店的安排，讓我們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我們2個馬上就可以知道原本訂的房型會長什麼樣子哦，一個晚上9000多的那種，對，但我們的不是基本房哦。歡迎光臨，難得有你介紹房間，所以一進來就是一個印度教的這個，好，可以跳過，不知道什麼東西，對，反正你也說不出什麼啊，更衣室比那個套房的小蠻多的。而且有沒有發現少了一個平台啦，然後而且沒有帽子。對，所以我們剛才在想，就是如果你在這裡面有戴帽子，你至少是套房以上的客人，是一個身份象徵。對，基本房就沒有還是他其實跟你用戴帽子就可以判斷你是不是套房的人，就確定你能不能進去住，因為只要訂套房以上就可以住。反正看到戴帽子的就是可以嘛，但你也可以戴很像的。那這邊你有沒有覺得簡陋了些？有一些這邊有一個大白牆，我覺得如果這個要花到一個晚上9000多塊，我不會來因為9000多是不含早餐的。你看到一樣類似的布置，但它整個質感差很多。然後有一個小小的陽台，這間就是有一種辛酸感。然後這個陽台看出去就沒有任何的景色，對啊，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房型，超尷尬的。如果是海景房的話，它應該是會放在高樓層。其實可以看到海啦，遠遠的那裡是海啦。但是通常這種東西不會叫是海景房。這一下就介紹完了，也是一樣一個蛋形浴缸。浴室我覺得還 OK， 它是維持了奢華飯店的寬敞感，更不用說也是有雙面盆。淋浴的它不是那個按摩的了，有差哦。可是看起來比較好它就是一般的這個淋浴。我覺得我們那一種有噴水的那個，我覺得反而那個看起來很惡心。那這個一樣是迎賓模式，迎賓馬桶有嗎？對，起來了。馬桶是一樣。所以這個房間如果是原本9000多塊，然後住到這個，你 OK 嗎 ？OK 啦 ，OK。就是因為我有權益啊，所以我覺得房間對我来說它很卡然後我不會把它弄壞，我等一下把它整個布扯掉，好笑，沒有辦法拉了。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下我們發現的一些缺點。本來要講很多壞話，但是剛剛他來那個 check out 的時候呢，就送我們禮物。那你這樣不公正啊！好吧，先看一下禮物是什麼，再決定等一下要講什麼。講多少壞的？我就是這麼容易被收買啊！這個是什麼啊？是那種卡夾嗎？這應該是零錢包還是卡夾？很有誠意耶，那種塑膠皮啊。對啊，但是
OK 啦。你說得到這個垃圾嗎？对的，扣分嘞。我突然覺得哦，護照套啦，這個是護照套，但它很臭，很臭。它有一個那個，不是，它就是那種很臭的那種石油味，很廉價的塑膠皮。好啦，就是心意的，還有一個卡片啊，卡片。首先就是他們餐點就是可吃，但是沒有到好吃，已經很接近難吃了。我必須說，考量到它的價格，我們在酒廊裡面點的那些單點都蠻難吃的。不用錢我覺得 OK， 嘗個味道。對，要錢真的是不行。那大家如果來這邊哈，因為這裡其實蠻偏僻的，那你要在這邊吃飯的話，我覺得都不便宜啦，因為畢竟這是奢華飯店嘛，它的價格就是有一定的水準。但它的調酒或是 mocktail 都很厲害，很有層次。這邊餐點講完了，還有什麼？飯店的橫向溝通，比如說像當初 check in 的時候呢，反正就是一個類似像管家的角色，來協助你的一些問題。他其實有跟我們說，我們早餐是可以在大早餐跟酒廊2選1吃的，所以我們想說，那今天就去拍這個大早餐給大家看。結果一進去呢，那個人員就說，我們的房間是沒有含早餐的。一般來說，你不能吃，不是在門口就會檢驗出來嗎？沒有，我們進去如果做點好餐了，對，他才跑來說，你們好像沒有辦法吃早餐呢。對，他態度很好，所以我們就趕快用那個訊息跟他溝通。他大概也是等了大概20分鐘左右，他才確定說，我們最後是可以在那邊用餐。但其實我們就想說沒差，因為本來就只是要去拍給大家看，我們沒有說一定要在那邊吃，所以最後我們還是回酒廊去吃。我覺得這種橫向溝通要做好，這個是可以避免的。那這麼貴的飯店，這種事情不允許發生。還有剛剛，因為他們其實很急着想要我們的房間吧，所以他其實一直在那個 WhatsApp 上面就一直跟我確定，就是到底幾點可以搬過來。因為本來表定就12點退房嘛。對啊。我怎麼可能提早來房間還給他？當然是用好用滿。他還打電話來催。他們分不同部门，橫向溝通真的很差。雷丁尹瑞那邊一直催他也就算，我這邊還接到那個客房部的，然後打來，然後他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問說：“先生，你們退房時間到了哦，我想要退你。”那時候11點半，我就退你。我們沒有延遲哦。一般來說，你要叫客人退房，不是應該12點準時打來，我都覺得 OK。但那時候還11點半，就明明表定是12點退房哦。對啊。而且我已經跟 Lady In Ray 說我是12點才，他就說好，你們收好了，我們再過去幫你換房。然後突然11點半打過來催，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那會不會這禮物其實是補償禮物？那這就是要激怒客人啊！你給我這個塑膠垃圾幹嘛啦？這只是猜測哦，沒有，搞不好每個人都有了。對啊，我這樣感覺我好像很難取悅。好了，其實我覺得這些事也都沒有到很嚴重啦，就是我個人沒有什麼太不愉快的心情，就是覺得小小的可以改進的地方而已。我會剛有情緒反應，是因為我覺得其實住進來一開始接待我們的 Erin，他的服務非常好，很細緻，所以我對這家飯店的印象也很好。包括我們入住的過程中遇到的接待人員都非常的優秀。那是直到今天快要離開的時候開始發生這些事，還在很密集短短的幾個小時內接連的爆發，然後就讓我產生一種快要離開前的不愉快感。那所以這部分是分享給大家，有可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所以如果你來的時候剛好沒有會中文的接待人員，然後你的外語溝通能力又不夠的話，有可能會很麻煩。那這一間飯店呢，我們這一次住進來也有跟大家分享它非常壯闊的建築，還有它很厲害的設施。大家以後如果想要再看更多真實心得的飯店開箱分享的話，繼續追蹤我的頻道。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下次影片繼續跟着丹丹出去玩，吃完了不打烊，拜拜。拜拜。